会陆陆续续的跟你们分享一些非常好的分析师的东西，就是2024研报版市场上就是非常好的分析师用他们的对2024年的这个看法，包括他们的研究报告来看他们是怎么讲。所以今天我会拿一个出来，拿一个谁呢？玄玉根。好，他是谁？他是新财富多个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全满贯第1名。我们拿他的东西出来讲，他有做了一套 PPT 是关于2024年，那我把关键的信息给你们拿出来，一直到最后落地，他觉得什么方向会比较好。他说呢，经济中期运行存在着周期性的规律哈，长期视角下宏观经济中枢会产生趋势性的变化。你看这是美国嘛，美国是这样，中枢是这样，它再往下走，然后中国也是这样再往下走。它为什么会加这个 PPT？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它为什么第1页就讲这个？因为很多人在质疑说什么，说中国会不会跟日本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中枢在下降，然后就变成日本那种股市10年的熊市，对吧？所以他是来讲这个的。但是他讲说短期内往往存在周期性的波动，就是说趋势整个中枢会往下走，可是它即使往下走了以后，它还是会有周期性。即使你们回去看日本的股票在10年的熊市当中，它也是具有周期性，它不是这样子10年，它是这样子10年。他是想跟我们讲这个，就是说我们确实是经济比以前更不好了，然而也是有周期性的波动的，底部还是有的。然后他说资本市场也有相应的周期轮回的规律，然后就讲说我们 A 股有3.5到4年，然后经济跟股市都是见底回升的初期，这是他对周期的一个定位。然后他就又讲了说股市的牛熊的周期性，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都是平均3到4年。大家肯定觉得说那个美股不是10年牛市这样子吗？它虽然是10年牛市它也是这样子的，它这个低点不会太低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列出来，然后就讲说即使在像美股这样10年牛市的市场，在它的下跌期，在这种短周期的下跌期，它的下跌幅度也是不小的。然后他又讲说呢 A 股的市场底呢大多是反复震荡筑底，这是很正常的，然后一般是政策市场跟业绩，这是他的方式。我们周期派是怎么理解？我们说是信贷，对吧？信贷，然后是市场，然后是基本面，然后是库存，这是我们的顺序。这些顺序都是有数据可以去跟踪的，但其实是一样的啦。你政策是作用在哪里啊？你政策其实作用在本质还是这里嘛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说呢底部是个区域，这是我常讲的话大家最受不了这句话，就是我说底部是区域，然后很多朋友就崩溃了，我们不想要区域，我们想要那个点，就是这样的他说呢，你看这是去年4月份的底，还有去年10月份的底跟今年10月份的底。其实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讲是底，可是呢就是到今年再去直播的时候呢，就有朋友受不了了，说你讲底讲了好久啦，年年都是底，月月都是底，对不对？其实本质上它就是底它4月份有底10月份有底今年10月份又来了一次，就这次底部的周期特别长，就又回去我们2012到2014年的那种底部，就很长的一个底部。他就讲说就是疫情使得这个基本面跟信心的恢复都很艰难，然后他就讲到了基本面，就是说整个 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利润刨去金融以后是 3.5 左右，对吧？然后它的这个利润增速呢就翻红，但是很艰难的翻红，就在这个位置就是一点一点的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你看它就在这里震，它的基本面在这里震，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在这里震的原因。他就讲说那这个我们前面几轮复苏嘛都很痛快，就上去了嘛，就上去了，就说这一次跟这一次很像，上去又下来很艰难，所以说就这种底部跟这个位置是很像的，就是说类似2012年。然后呢他就讲说他们预期2024年就是明年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走势，就是 GDP
好，不是上市公司利润哈，是整个宏观经济的 GDP 就是横着稍有恢复，横着走，这是他们的预期。然后呢，他就觉得说科技跟消费应该是很不错哈。这个其实他是针对的讲的是景气度的投资。我们讲说，当年谁的基本面就是谁的盈利增长更高，他当年市场就会更好嘛。所以他其实这里讲的是景气度投资的问题哈。那他讲景气度，他们觉得说科技跟消费是更好的。然后呢，他们预计就是刚才这个图嘛，刚才这个在底部震荡这个图，到2024年他们预计应该怎么走啊？应该是这样，就是震完之后应该是往上走，应该是往上，就是它斜率没有像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很平稳的哈，就是这样上去的概率太小了，就是这样很平稳的这样走，这是他们的预计。然后就讲了美债，你看你前面如果不听我们讲的这个1、2、3组，1、2、3组稳定宏观跟他自己，你可能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提美债。好，我们讲说这种宏观的，它跟美债的相关度是很高的。你看沪深300跟它相关度，上证50相关度是很高的。沪深300、上证50、恒生科技这些，就其实它对应的就是白酒啊、消费啊。它讲说美债会进入下行期嘛，我们刚才说了。这一次对市场影响就这几天，就是这一根线，对不对？它往上走了，对我们是负向的影响。如果是进入下行期，它会怎么样？是正向的影响。总之就是美债进入下行期，它对 A 股是正向的一个就是影响，而且影响很大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看说，去年10月底以来呢，风格上两头占优啊，一个是高股息策略，一个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。好，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3类资产的第1类跟第3类，对吧？你看我们3类资产嘛，高股息就是第1类嘛，对吧？然后就是第3类，哈，第2类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宏观经济上不去啊。第1类跟第3类，哈，然后呢，盈利上行期白马成长表现更佳。其实他说的什么意思？他说呢，哎呀，虽然是这个去年这个第1组跟第3组走得好呀，但是你们也不要错过第2组，明年不要错过第2组哈，白马成长类嘛，就是基金重仓股。其实这里就很重要，基本已经落地了，就他认为白马成长就是第2组会走得更好啊，然后科技行业也会不错哈，为什么？它会有2位数的增长。好，他就说线索1是电子嘛，还有一个是啥？是数字基建。数字基建怎么做？他说信创，对吗？我们常常说怎么做，这是一个热点。热点第一件事怎么着？先看1级行业，然后把信创找出来，打开外衣看1级行业。然后他还讲，他特意用单独一张 PPT 讲，白马成长中还应该重视医药、生物医药哈。其实生物医药呢，我们且不说它明年会不会涨，首先呢，我配置它呢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碰到最惨的情况，像2012跟2013那样的行情，2012到2013的市场是这里底部磨底了很久。你们知道在这个位置医药怎么走的吗？医药在整个这里是这样走的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上次讲这个中国房地产的时候，有讲到这个中国的人口结构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？就是好像是有一个这样的吧。应该是有个这样的，它这个整个往上移，就人口最后老龄化这一片人会非常多，所以从中长期来看的话，它是有最基础的基本面的支持的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它的研报我已经跟你们分享完了，就是其实它就是讲说这一次底部更复杂，触了3次底，对不对？然后讲说明年呢，它的速度，它增速不会很快，应该是很缓慢。然后他看好的几个方向，他也跟我们讲了，一个是电子类嘛，一个是信创哈，信创是电子跟那个什么计算机，还有医药。